全國產器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真正的問題，當它賣的是高溢價時，必須靠體驗精緻度來支撐。但從兼容和溫升體驗來看，它還是差一點意思。所以我的結論很直接，用料不差，指標很誠實，但不夠支撐明顯的溢價。各位大家好啊！測試片裡，我們已經把這台摩爾菲45瓦氮化鎵充電器的性能測透了。體積小，風格穩健，典型的美體系工程思路。摩爾菲的強項一直是設計和安全性，真正的實力藏在外殼裡面。這台充電器是粉絲很早寄來的，前面測試排隊太多，一直拖到現在才開始拆，實在是不好意思啊。既然它的體積做到這麼小，文波又能控制的像蘋果原裝一樣，那麼內部到底用了哪些器件，又做了哪些取捨？今天我們把车體打開，看看它的電路和用料究竟有沒有對得起它的名聲。大家看這個充電器的縫隙啊，可以說是嚴絲合縫。還是老規矩，用咱們的撬棒把它撬試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開。直接把它撬開了啊！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內部電容裡面是有餘電的，拆開的話會觸電啊，大家注意一點。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灌風工藝，我一個起子就可以直接放進去。我們把內部的板子給它拿出来。其實这個外殼還可以縮得更小的。灰色的高分子導熱膠，背面有一個白色的隔離片，用於初級和次級的隔離。隔離片下面也有灰色的導熱膠。這個充電器並不是跟其他的45瓦一樣用的多板的工藝，它是單板，所有的器件都在一塊 PCB 上面。這個折疊插腳部分做工精緻程度做的還是可以的。兩個交流簧片是用的不吸磁的金屬材料。我們後面每一期的拆解視頻都要結合前面的測試數據來給大家做分析，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主板，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兄弟們，咱們測試篇把這台摩爾菲45瓦的性格已經測試得很明顯，協議現象很典型。華為的 SCP 能順利的握手，榮耀也能跑 PPS， 只是反應有點慢。OPPO、vivo 新機能進 PPS， 不過 vivo 偶爾需要重新拔插，這說明它的協議和功率爬升策略更保守。溫度也有故事 ，PPS 高功率時，殼體的溫度明顯就會上來，但是給蘋果手機充電的時候，溫度卻很溫和。再加上它的待機功耗特別低，這些現象背後一定有對應的控制策略和電源設計取捨。所以這台45瓦的關鍵看點不是能不能輸出，而是它為什麼能把待機做得這麼省，把文波做得這麼平，又為什麼在某些手機上握手會更謹慎，功率爬升會更慢熱。接下來的電路章節，我們就把這些現象逐條對照電路設計，把原因講清楚。EMI 及主電源電路來解釋它為什麼穩、待機低，但滿載偏熱。入口第一道是深圳藍寶安科電子的貼片式保險絲 3.15 安250伏，用於異常過流時切斷電源進行保護。藍寶安科電子2010年成立，專注保險絲、溫空氣及電子產品開發銷售。緊接着是南京時恆電子的 NTC 熱敏電阻，用來抑制上電浪湧電流。時恆電子2002年成立，專注 NTC 熱敏電阻、溫度傳感器及壓密電阻的研發生產。EMI 部分使用了迷你的環形共膜電感，把高頻噪聲安在輸入側，不要亂跑。整流橋用的是深圳固特沃克出品的貼片整流橋，規格是4安1000伏。固特沃克成立於2004年，專業研發生產銷售半導體分立器件。整流後的高压母線採用廣東肇慶綠寶石電子出品的 M1 系列高壓電解電容2顆，規格是27微法加39微法，耐壓都是400伏。再配合一顆公制插膜電感，構成典型的儲能加插膜濾波的組合。肇慶綠寶石2004年成立，主營鋁電解固態超級電容及相關產品。主控供電這邊用了香港東家電子的 4.7 微法100伏電解做 VCC 穩壓蓄流濾波。東家1984年香港成立，主營鋁電解電容研發生產銷售。核心開關電源是 QR 和風氮化鎵主控芯片
，4E型號是3657，來自深圳華源智信半導體。這家公司2018年成立，主營智能電源管理相關的模擬數模混合 IC， 同時配備 RCD 尖峰吸收電路，用於壓制反擊尖峰應力，換取一致性和可靠性。主變壓器初級4個引腳，包含輔助供電引腳，次級加粗2引腳輸出。從測試數據看根本原因，待機功耗低，主要是主控芯片的輕載策略做的克制，沒負載時主控不會一直高頻工作，而滿載烤機很穩但偏熱。是它用的65瓦級別的和風氮化鎵平台，降額跑45瓦，底子厚，所以不掉檔。更關鍵的是，內部空間其實是有冗餘的，熱量沒有被有效的導到外殼散發出去，熱路徑和散熱測試的取捨才是溫升上來的根本原因。隔離整流及輸出電路來解釋它為什麼 PBS 充電溫度高，以及部分手機握手慢熱要重插。先看隔離反饋鏈。初次級之間跨界了一顆廣東南方宏明電子的藍色安硅 Y 電容，規格是470匹法，它給供膜干擾提供回路。南方宏明1988年成立，主營磁接電容、安硅電容、壓敏 NDC 等被動器件。反饋隔離用的是台灣億光電子出品的 EL3H7 貼片光偶，負責把次級輸出變化隔離傳回充電器主電源芯片，讓閉環調節更加穩定。億光電子1983年成立，主營光電元件。整流部分採用同步整流，控制芯片也是華源智信出品，型號 HY923。整流芯片驅動一顆杭州士蘭微電子出品的 NMOS 開關管，型號 P10520NL， 來替代傳統的肖特基整流。士蘭微電子1997年成立，主營集成電路與分立器件等電子元件。輸出濾波用的是兆慶綠寶石 CH 系列，680微法25伏。固態電容同步整流降低損耗，固態電容壓住高頻紋波，再疊加光偶反饋閉環，這3件事合在一起，就是測試片裡那種紋波平直，像蘋果原裝的底層原因。快充協議與策略在輸出端由深圳匯能帶半導體的 HUSB 380負責，芯片支持 PD、PBS 等多協議，芯片內置 V-Bus 控制 NMOS， 整機設定最高功率是 PD 45瓦。電流檢測用這一顆白色的2005採樣電阻。深圳匯能泰2015年成立，主營面向智能快充與數字電源的高性能數模混合芯片。測試片裡所有的兼容現象，直接對着這個輸出端看就可以了。匯能泰 HUSB 380這套協議方案功能上是夠的 ，PD、PBS 都能跑，但是落地調教沒有做好，所以才會出現 vivo 偶爾需要重插，榮耀從 SCP 切到 PBS 稍微慢一點。至於 PBS 高功率的溫升，還是跟前面同一個因果鏈啊，熱量沒有被有效的導到外殼，熱路徑和散熱取捨才是關鍵。兄弟們，這期摩爾菲45瓦單口氮化鎵測試片和拆解片合在一起看，咱們給它個最終的定位總結。它的優點是，這台機子不只是賣外殼，同時整機的功耗很亮眼，這不是運氣，是主控在輕載和待機時的策略做得很到位。再看紋波，波形很平直，原因也能在拆解裡對上，同步整流配合 NMOS 做輸出，再疊加固態電容濾波、光偶反饋閉環，輸出自然更乾淨。還有一點很關鍵，它用的是65瓦級別的平台，降額來跑45瓦。45瓦長時間輸出不掉檔，穩定性確實夠硬啊。但兼容問題咱們必須講清楚，測試裡面出現的所有的現象，本質就是握手容錯、重協商和切檔節奏不夠絲滑，這更像是協議方案落地調教偏保守，所以體驗就會這樣。溫升這塊大家也別甩鍋給空間不夠啊，大家也看到了，內部的冗餘是足足的，更像是熱路徑和散熱接觸沒有把這些冗餘空間轉化為有效的散熱面積，所以一旦高功率持續輸出，熱量就堆起來了。購買建議也很簡單，優先推薦蘋果手機用戶，安卓用戶這裡榮耀、vivo、OPPO 可以用，但別期待特別絲滑。小米用戶謹慎。另外，不建議長期拿它給 iPad 或者 Mac 當主力充電器，高負載下溫度體驗會不太舒服。最後總結一句，全國產器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真正的問題，當它賣的是高溢價時，必須靠體驗精緻度來支撐。但從兼容和溫升體驗來看，它還是差一點意思。所以我的結論很直接，用料不差，指標很誠實，但不夠支撐明顯的溢價。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
咱們下期視頻再見。